感謝各位小伙伴的支持，非常感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這裡是風情友。等待已久的伊格尼斯賽季攻略時，終於給大家更新了。那麼最近呢，其實是比較忙，因為它歐美服不是最近開了嘛。但其實呢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台服的进度開始變快了。我這邊陆服的號的話，也是昨天才剛剛進賽季地圖，確實在進之前呢，沒有辦法去有一些足夠的素材去制作東西。那麼今天也是在開啟賽季地圖的第2天，就給大家趕緊錄上。那麼在進伊格尼斯之前呢，就是一些大家都一直在做的赛季前的一些最基本的事情，也真的是最基本的事情。比如说囤宝箱次数啊之類的，和床，這個真的就是不要再多说了，這個就主要跟大家說一下比較特別的地方吧。本節目由風情友獨家贊助播出。什麼？你要白嫖？那給個免費的讚也可以，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，謝謝了。那麼首先呢，它是沒有進行依次合服的，伺服器的數量跟哈帕提是完全一樣的，所以呢，實際上在伊格尼斯可能大家的體驗會更冷清吧，我會這麼覺得。然後呢，宝石也是沒有開更多的孔，依然是4個，遺物的話依然是3個，因為它畢竟一個賽季的話，正常來講應該是已經固定3到4個月了吧。然後是賽季地圖的話，对，在這邊依然是過了主線會有這個。如果大家有關心過陸服一些攻略的話，可能你已經知道大概是怎麼回事了。不過這邊我還是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。那麼屬性的話，我就簡單說一聲了。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有2個區域可以選擇，一個是火，一個是冰。每一天都可以拿一個鑰匙，就是每天都可以選擇一個門去走，左邊或者右邊。紅呢就是怪物更高攻擊，但是生命少一點；冰是反過來，攻擊少一點，但是就是生命更高。對於前期的玩家來說，肯定都是沒有什麼困難的，基本上都是能一刀斬的。後面會分歧會比較大了，讓大佬就跑得更遠了。陸服的話，大家統一的說法就是衝紅色，往紅色死裡衝，因為主要是這個遊戲的特性了。無論你是什麼職業，你選擇紅色的門都會比冰更友好一些，這個是遊戲特性。不過呢，我自己的理解，我會覺得大部分情況下平均其實也不錯，因為你走這個門的話，主要就是為了去推图開那個小雕像拿經驗值，所以呢，我個人認為確實，如果你發現前期你盯着一個確實是沒問題，後面的話，如果你發現有一個走不動了，就是感覺有這麼一點難度了，戰力差不多了，其實我覺得你走右邊也是可以的，兩邊一起爬，因為主要還是拿經驗嘛，這個經驗上去了，尤其是對於平民来說的話，經驗上去了，你就能更容易到達一個副本的门檻嘛。你在金裝和紅裝上面的壓力也會小一些，我是這麼想的嘛。因為伊格尼斯的話，大家都玩了1年了，應該不會有那麼多人還像剛開始那麼幹了吧？我會這麼覺得，應該大家都不會那麼幹了。穩一些比較好，不用那麼的固執的去衝這個排名，因為這個排名畢竟也沒有排名獎勵嘛。競技場反而倒多還有排名獎勵的，你這個賽季地圖還不如羈絆冒險呢。羈絆冒險還有這個委託獎勵提升，你這個賽季地圖都是沒有的。職業的話，後續我肯定是會更新的，這邊不用着急。然後這邊副本的話，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些怪物的一些屬性。我是拿煉獄去舉例子，困難和噩夢的話肯定會下降一些的。這邊就大約是這麼一個屬性：70的暴擊，50的格擋和30接近40的精準吧。它這個綠色的主要就是因為煉獄本的關係。正常情況下的話，對於平民來說其實不會那麼難。
國度的話，對於平民小客來說会稍微好一些，到时候扭蛋区一開，應該是比較容易能跟上的。但對於刻度稍微大一點點的玩家來說的話，尤其是你想打噩夢和煉獄，可能門檻會高一點。然後伊格尼斯的話也是有一個新的神级伙伴的，但跟哈帕迪是一樣的。禮物同樣呢也是一個吃禮物的怪獸啊，真的不誇張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普通玩家，沒有囤大量禮物的話，或者你禮物这個禮包買的不多的情況下，你幾乎和我一樣會遇到禮物不足的問題，這個我覺得是挺正常的。那麼我個人會選擇先把前面伊格尼斯的國度夥伴給他提一下，怎麼着也得提到20級、50級的樣子。如果你禮物買多的話，70級。有剩的話再去弄一弄这個神級夥伴，因為這個神級夥伴真的我覺得感覺不合適，確實太貴了。因為大家尤其是對於刻度比較大的人來說的話，爆擊率精準，格擋都達標了，後面看的主要就是比如說傷害加成、傷害抵抗啊，雖然會被稀釋，但是這些東西肯定不能沒有，而且是越高越好的。其實伊格尼斯整一個流程跟哈帕迪是差不多的，像這一個地方我這邊其實都沒有開，也確實是沒有辦法給大家進行一個介紹。不過後面我肯定會再出的，大約1個月左右之後吧，等它開了之後，其他應該沒什麼了。星象合約的話，之前我也說過，如果比較難的話，7080我覺得還是比較容易的吧。正常來說，如果你是買低於4次，並且哈帕迪沒有囤的情況下，7080會有一丟丟困難。但正常來講，我覺得你買4444的話，7080是沒什麼問題的。這邊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實在不行的話，可以就比如停在前面這個位置就行。那麼這期伊格尼斯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吧。如果後續有什麼更新的話，我還是會繼續跟大家匯報的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，拜拜。